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，今天来教大家焕然青果开山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开山由身体、胸片、钩边、扣子和袖子组成，其中胸片分为左右前片和后片，先来回往返编织身体，然后在对应位置分别来回往返编织胸片各部分。完成后连接肩部和领子，接着钩边并安装扣子，最后编织和缝合袖子。首先学习身体的编织方法，分为一区和二区两个部分编织。先来编织一区，采用左手长尾起针法起针，用两种配色线来回往返编织对应花样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一个格子代表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，不同颜色的格子表示对应位置的配色不同。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，织片往返编织，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正面图解从右往左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右侧；反面图解从左往右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左侧。注意，这里图解展示的都是织片正面的情况，在反面需要编织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上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演示。长尾起针的方法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，具体长度参考图纸。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左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。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。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
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位置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，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，用线1对照图解起出对应的针数。我小样已经起好了，接着织第1行，这一行需要用线2编织。来看一下，线2可能是断染线，实际断染线有多种颜色的分段，编织起始位置的颜色不同，成品的效果也不相同。为了成品效果美观，身体部分需要从腋下位置分为右前片、后片和左前片这3个部分，每个部分用1团断染线，3个部分同时编织，前后片交界处采用纵向带线的方法连接。这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或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断染线相应颜色部位开始编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左右前片起始位置的色段需要尽量一样。如果线2是纯色线，不需要分区域，用1个线团编织即可。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这里我用纯色的棉线做演示，配色随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第1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看，将织片放到左手。我小样已经用记号扣将前后片分隔位置标记好了，每个部分的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小样这里针数较少，不做参考。如果线2是纯色线，不需要用记号扣分隔。首先来接线，取出线2，留出大约10厘米的长度，在线1上打一个结，拉紧，移到线头根部，往下将线1留在织片后方，用线2编织。先织对应数量下针，我小样这里针数较少，接着后面图解是上针2行的划针，后面简称为上针的划针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划针占了3行，每一行对应1个格子，其中 V 字尖端对应格子需要编织对应针法，其余2行将线圈划过，这一行是 V 字中间编织划针，将线头留在右棒针下方，从右往左穿入左棒针上的线圈，
挑到右棒针上，这个划针就织好了。将这几针算作门襟区域，再织一针划针，接着织2针下针，和2针划针，往下交替编织2针下针和2针划针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小样这里针法随机，无论这里是什么针法，如果线2是纯色线，继续用这团线按照前面的规律往下编织；如果线2是断染线，则需要取出另一团断染线，在旧线头基部接好线，然后换成新的线头编织。到了下一个记号扣位置，换上第3团断染线。注意，这里线头的色段需要尽量与第1团断染线相同。往下用第3团线继续往下编织，直到左侧门襟对应数量线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再织一针划针，然后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继续织第2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。翻面，这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前几针是上针的符号，这里织相反针法，织对应数量下针。到了上针的划针位置，这里是 V 字的开口，代表划针，实际反面需要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浮针。注意，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，将左棒针前2个线圈划下不织，接着织2针下针。注意，先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下方，再织下针。
来看一下织片，在前面划针位置，织片反面是这样的度线，在织片正面是这样的大辫子。继续织2针浮针，先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，然后划2针，往下遇到线2线圈，就织2针下针，遇到线1的线圈，就织2针浮针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如果线2是纯色线，则继续按照规律往下编织。往后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如果线2是断染线，则需要换前面预留的线头编织。这里需要压一下换下来的线，将暂停编织的线放到下方，将即将编织的线放到上方，也就是将这2根线交叉一下，然后继续按照规律编织。可以看到，暂停编织的线被压到了下方。往后每次换线时，都需要像这样压一下线，使换线位置织片纹理紧密连接，不松散，不影响美观。继续按照前面的规律编织。到了记号扣位置，换上预留的线头编织。别忘了压线。到了门襟对应位置，先织1针浮针，然后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。第2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将织片翻到正面。这一行用线1编织，将线2放到织片后方，暂不处理。将前面预留的线1拉上来，编织之前注意压线2，织1针下针。注意，
这里线衣的肚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以免织片缩起来。这一行全部用线衣编织下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3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，将织片翻到反面，先编织对应数量下针，接着是下针2行划针的符号，往后简称为下针的划针，同样是占3行。这一行是 V 字尖端，需要编织对应针法，空格对应下针，实际反面需要编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2针上针。先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，然后织上针，接着织2针下针，注意上针和下针交替时一定要绕线，以免多针。往下2针上针和2针下针交替编织，直到左侧门襟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再织1针上针，然后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。第4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5行，这一行换线2编织，将下方预留的线2拉上来，编织对应数量下针，换线时注意压好线衣。完成后，到了划针位置，织2针划针，再织2针下针和2针划针，往下交替编织下针和划针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如果用断染线编织，直接换前面预留的线头编织，注意压线。往下，按照这个方法，在记号扣位置注意换线，在门襟位置注意织下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5行就完成了。第6行的编织方法与第2行相同，遇到线2的线圈就织下针，遇到线1的线圈就织浮针。
断染线注意在记号扣标记位置换线，大家自行织完这一行。来看一下织片，第3行和第4行用线1编织，第5行和第6行用线2编织。两侧门襟位置用2个配色线交替编织搓衣板花样。在主体位置，通过织划针的方法，使线1部分线圈穿过线2编织的2行，形成线1和线2交替的纹理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重复用线1和线2交替编织。如果线2用的是断染线，在记号扣位置注意换线，注意每次换线都别忘了压线。可以看一下，将起针的线头和预留的线头在右侧的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。织完反面这一行后，在正面数行数，在门襟位置最下方这个线1的纹理是起针形成的，上方一个配色线对应织了2行，从起针上方开始数这样配色线的交替，2、4、6，小样已经织了6行。往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图解织完1区剩余部分。1区完成后，编织身体2区，继续用2种配色线来回往返编织对应花样，直到腋下分区前。注意，最后几行门襟位置需要在内侧减针，同时在外侧加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身体第1行在正面用线1全部织下针，大家自行将它织完。我小样已经织好了，接着织第2行，继续用线1编织。门襟位置先编织对应数量下针，注意门襟最后一针图解是下针的划针 V 字尖端对应位置，在反面需要织1针上针。下一针图解是上针的划针 V 字尖端，下方一横表示上针，在反面实际织1针下针。来看一下，无论图解是上针符号还是上针的划针符号，实际都是织下针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编织，直到另一侧门襟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1针上针，接着剩余线圈全部织下针。第2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3行，换上线2，先在门襟位置编织对应数量下针，和1针划针。接下来编织主体花样，先织1针下针，和1针划针，接着织9针下针，和1针划针，将这2个划针和10针下针看作一组花样。
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织一针下针和一针滑针，接着织9针下针和一针滑针，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重复编织这样一组花样，直到另一侧门襟位置前。注意，断染线在记号扣标记位置仍然需要换线，方法与之前换线的方法相同。织完最后一组花样，门襟第一针织滑针，接着剩余线圈织下针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4行，继续用线2编织，遇到线2的线圈就织下针，遇到线1的线圈就织浮针，用断染线编织时，中间标记位置别忘了换线。织完这一行，第4行完成。往下织第5行，换上线1，先在门襟位置全部织下针，接下来编织花样，先织一针滑针和3针下针，接着织一针滑针、一针下针和一针滑针，再织5针下针，一组花样就完成了。往下对照图解，重复编织这样一组花样，织完这一行。第5行完成。接下来织第6行，继续用线1编织，先织对应数量下针，在门襟最后一针位置织上针，接下来遇到线1的线圈就织下针，遇到线2的线圈就编织浮针，直到另一侧门襟位置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针上针，然后剩余线圈织下针，第6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身体剩余部分的编织规律就是每2行换一次线，
用线1和线2交替编织，两侧门襟位置继续编织搓衣板花样，中间主体位置在正面对照图解，在不同位置编织划针，形成对应的花样。在反面，除了门襟与主体交界的一针，始终需要织成下针的划针纹理，其余位置遇到线材相同颜色线圈织下针，不同颜色线圈织划针。用断染线编织时，在记号扣标记位置注意换线。实际编织时会遇到线头不够长，需要接线的情况，将两个线头留出大约10厘米的长度，新线的线头在另一个线头上打一个死结，将结拉到织片的边缘，继续往下编织即可。接线的线头放在织片的反面，完成后再藏到织片反面的纹理中。这个就是接线的方法。后面遇到需要接线的情况，都是按照这种方法。注意，无论在什么位置接线，都要将打结的位置放在织片的反面。如果遇到断染线需要接线，则尽量找到与旧线头颜色一致或相近位置进行接线。图纸中一组花样的针数和行数都标注好了，大家对照图纸重复编织对应花样，直到门襟加针位置前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门襟加针位置第一行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行数较少，花样随机，只演示方法。这一行用线1编织，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个右加针，先挑这一针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织一针下针，完成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线圈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右加针就织好了。看一下下方纹理，在一个辫子中织出了2个线圈。接下来继续织下针，织完门襟对应位置。现在到了主体花样位置前，先织一针右上2针并一针，往后简称为右上并针。右棒针先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一针挑下不织，之后织一针下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，一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直到另一侧门襟右侧2个线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之后简称为左上并针。右棒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门襟位置全部织下针，直到最后2个线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针左加针，先挑这个线圈织一针下针，接着左棒针挑起下方这个线圈，再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左加针就完成了。剩余一个线圈织下针，第一行就织好了。接下来
第2行到第5行继续对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大家自行将它们织完。门经第7行需要将身体分成前后不同的区域，编织对应胸片。如果线2用纯色线编织，第6行正常编织即可。如果是采用断染线编织，由于记号扣标记的换线位置位于腋下中间，为了后面在分区编织对应胸片时，线头不会距离对应区域起始位置太远，第6行编织时需要将对应配色线的线头带到对应位置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带线的方法。先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，直到记号扣标记位置前，我小样已经到了这个位置。继续按照规律编织2针对应针法。完成后，将下方预留的线头与线1交叉一下，继续用线1织2针。完成后，再将2根线交叉一下，可以看到线2被带到了记号扣右侧4针的位置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编织，在每个记号扣位置按照相同的方法带线，织完这一行。第6行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身体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